本期周报将为您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第一篇，印度智库认为对华技术脱钩将给美国造成多重损失。第二篇，美国智库建议美韩加强出口管制政策协调。第三篇，欧洲智库认为乌克兰对欧洲能源自主有积极作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3月8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做十字路口的中美科技协议。报告关注的是目前在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中美科技协定的延期问题。这个协定是1979年1月31日签署的，2023年8月27日到期，但拜登政府呢，去年只是批准了6个月的延期，现在这6个月的延期呢又马上过了，中美双方正在围绕延期问题呢进行谈判。报告说现在美国国内正在对是否延期中美科技协定的问题呢激烈辩论。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强烈建议让中美科技协定的失效，强调中国以研究为借口推进其军事目标。我插一句这个委员会去年1月刚刚成立，是反华派的主要舞台。但与此同时呢，斯坦福大学2位科学家在一份公开信中敦促美国政府保留这一协定，因为它通过公开透明的科学合作，让美国和世界都从中受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体来说，希望终止协定的主要是美国的政客，希望延续协定的主要是美国科学家。报告认为美国如果让中美科技协定失效，那自己呢也将面临多重损失。为什么呢？首先是中国的科学实力在不断发展，现在中国的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14%， 而欧盟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 2.07%， 比中国要低。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呢国际专利申请了最大申请人。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量子计算、天文观测和脑机接口方面呢也取得了几项重大突破。中国还于2021年5月在火星上成功着陆祝融号，并于2022年10月呢建成了天宫空间站。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科技脱钩将使美国同样遭受重大损失。按照美国商会的估计，美国将在贸易、投资、人员和思想这4大方面受到影响。长期成本呢可能包括失去竞争优势、失去制定全球标准的权利、失去国际信任以及供应链重组成本。这里报告呢还引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警告，说阻止美国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呢，不仅会限制科技创新的进步，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全球挑战，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立场呢了解得更少，不仅在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方面，而且呢，在人民目标和愿望方面。报告说这种情况将使中美呢更加对立，世界也更不太平。另外，中美脱钩亦将刺激中国呢建立更独立的研究和创新系统，就像华为一样。那中美科技协定下一步到底会怎么样呢？报告认为这方面的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报告认为呢，中美近来在这方面有了一些和解迹象。在2023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前后呢，双方都强调了两国不能脱钩。中国方面还将邀请5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开展交流和学习项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中国国家航天局还宣布将合作研究嫦娥5号在2020年采回的月球样本，而这方面的合作呢，此前是被美国国会否决过的。所以呢，两国在一定的相互妥协以后，有希望在科技合作方面达成新的谅解。好，我们接着看第2篇。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3月5日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做美韩技术出口管制、数据政策和人工智能合作。报告开篇就说，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协调是美国出口管制成功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问题上的关系呢日益紧张，美国对其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单边政策来保护新兴和基础技术，以保障国家安全。但仅仅这些肯定不够，美国需要与盟友密切合作。报告说目前美国在这方面呢还存在不少挑战，比如呢，与盟友在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威胁认知上存在差异，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利益基础不同，在中国潜在反制措施面前呢比较脆弱，出口管制的法律制度不一样等等。但是美国还是与日本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协议，现在需要协调的重点对象是韩国。
报告说，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亲密盟友和全球领先的技术大国。韩国企业呢，在存储半导体、专用芯片制造设备、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方面呢，具有竞争优势。现在美国推动全球技术供应链重组，韩国还是比较配合的。韩国企业呢，已经宣布在美国的投资呢，超过了1000亿美元，可以使美国有效增强芯片和电动汽车方面的制造能力。美韩两国元首呢，还宣布打算建立全球全面战略联盟，将新兴技术合作和经济安全作为伙伴关系的关键支柱。双方在联合应对经济安全挑战方面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报告也指出目前为止美韩仍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出口管制协调机制，而且呢，美国最近的出口管制措施在美韩之间引起了矛盾。像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巨头呢，已经在中国的生产设备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出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呢，同时也严重冲击了这些韩国企业的运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收入和盈利能力，还可能呢会阻碍其研发和创新投资。这种局面呢，无疑会影响美韩在关键新兴技术方面的深化合作。那怎么办呢？报告认为，美国肯定还要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加强美韩两国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协调，但同时呢，也要兼顾韩国的利益，建立一个相对平衡的合作框架。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小院高墙，也就是缩小管制范围，把目标呢锁定在最关键的技术；二是多沟通，缩小威胁认知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让韩国慢慢也像美国一样看待问题；三是增强联合应对中国反制的能力，降低对华依赖，支持开发关键矿产的替代来源；四是加强有关的信息共享。应该说，这篇报告点出的问题很关键。现在韩国呢，作为中美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正在不断的加大压力。韩国下一步在技术政策，特别是出口管制方面的走向呢，值得我们关注。好，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三篇。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也就是 ECFR， 3月11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欧盟如何通过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合作加强能源主权。主要观点呢，包括3个方面。一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欧盟呢已经将加强能源主权作为自身的战略重点，同时呢也在帮助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加强能源主权。报告说欧盟已经和这2个国家呢建立了一个制度框架，帮他们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且让他们的电网与欧盟的电网同步。第二，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呢，反过来也有潜力帮助欧盟加强能源主权。这里报告讲的实际上就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天然气储量居欧洲第2，同时呢也是欧洲核电发电能力最大的国家。另外，乌克兰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也很大。欧盟呢已经将乌克兰作为3个潜在的绿氢进口走廊之一。第三，乌克兰的关键原材料对欧盟的能源转型意义重大。报告说，乌克兰拥有欧盟关键矿产清单上的大部分原材料，比如呢，拥有欧洲最大的锂矿资源，是世界上第7大钛矿石的出口国等等。这些资源对欧盟实现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安全稳定呢，将发挥重要作用。那总体上来看，这一篇报告强调的是欧盟和乌克兰在能源合作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乌克兰对欧洲的价值。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国家呢越来越多的承受原乌负担的情况下，这篇报告的喊话对象应该是欧盟自己的政府和民众。好，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见。